有些声音被压制，有些话题被掩盖。当强大的利益网络与复杂的人际关系交错，真相似乎成为了奢侈品。今天，我们站在舆论的前沿，说我们不会被沉默。这个声音是为了那些被遗忘的、被忽视的，也为正义与透明。尤其当顶级中国明星联合起来，指向一个焦点人物于梦龙，揭开看似无可挑剔的光环后面的阴影，我们更需要聆听、分析，也需要明辨是非。那么，于梦龙究竟是谁？在光鲜亮丽的日常背后，关于他的指控与传言为何会集体爆发？为什么在网络时代，信息传播如此迅捷，而真相仍然需要被各方联合去揭露？我们该如何筛选、理解并回应？本篇文章将从5个方面深度剖析他的成名之路与公众形象，明星们为什么发声，利益与道德的交汇，指控内容的层次与争议点，舆论的反应与媒体责任，我们作为观众该如何思考与行动？我们不会沉默，不是因为我们注定武装自己去斗争，而是因为真相与正义是任何社会的根基。即便一次次的压制与恐惧告诫我们要冷静，要退缩，但正义不会因为沉默而消失。让我们一起紧紧追问，深刻思考，勇敢发声。于梦龙在娱乐圈中曾是一个相对低调却有潜力的名字。他以电视剧、网剧或者综艺节目中的角色逐渐被观众熟识，从配角到主角，从歌声到表演，他的跨界尝试很多，也曾被媒体赞誉为演技纯粹偶像气质与实力并重。在演艺行业，高曝光率与话题性往往并驾齐驱，而于梦龙善于借助角色塑造与形象包装，让自己在大众眼中既有才华也有人情味。公众形象并非自然而成，而是经过整合传播与公关设计的结果。经纪公司、媒体渠道、粉丝互动，这些环节共同塑造一个完美的于梦龙，阳光、正直、有担当。他的人设似乎没有致命弱点，粉丝忠诚，声誉稳固。然而，这种看似完美的形象本身就很容易在事与愿违的时候造成更大的反差与质疑。中国的粉丝文化极其发达，从微博、豆瓣到抖音、小红书，粉丝不仅是观看者，也是传播者、辩护者。于梦龙的粉丝群体早已经成为推动他影响力的重要力量。他们在他演出、代言、社交媒体发言中寻找共情，在他的形象中满足自己的审美与价值认同。与此同时，社会对于公众人物的道德期待更高，无论是私生活、公共行为，还是言论立场，都被无限放大，容易出现虚拟英雄的错觉。正是因为形象被精心雕塑，一旦有什么阴暗面被揭露，反差越大，破裂越严重。粉丝与公众的期待越高，对他的表演、言行、背景的好奇心就越强。一旦有对于梦龙的传言或指控浮出水面，哪怕是小错，也可能演变成舆论爆炸。他的定位从完美艺人迅速转变为被指控者，公众对于真相的急切与怀疑也随之而来。在中国社会中，公众人物不仅是娱乐消费者的偶像，更承担一定社会责任。明星们联合发声，并非纯粹因私人恩怨，而因为他们看到了被压抑的真相长期被掩藏可能带来的社会伤害，对受害者的忽视，对道德规范的侵蚀，对粉丝与公众信任的破坏。联合发声是一种道德抵抗，是一种防止整个娱乐行业硬件与软件都在利益驱动下失衡的尝试。发声就意味着承担风险，可能被经纪公司压制，被官方审查，被舆论反噬。明星选择发声，至少是有足够自信与资源者。他们既可能有真实意愿维护真相，也可能看到自己在公众道德领域透出的机会，塑造正义化的个人品牌，赢得更广泛的社会尊重。这并非必然的贬义，但也是必须被审视的维度。揭露真相的发声，往往引爆舆论拐点。公众开始不再满足于单一版本，而渴望多个角度、多方证据、更多对话。明星作为有影响力的社会节点，他们的联合发言给予真相曝光以更高的可信度过，也容易带来媒体与平台关注升级。
在互动媒体时代，共鸣迅速扩散，粉丝与普通观众的评论、转发、猜测等行为成为舆论洪流的一部分。联合发声不仅是内容上的一致，也是策略上的协作。他们可能通过微博长文、视频采访、新闻发布，甚至是法律手段，让不同渠道都能传播并验证。这样可以避免某一渠道被封锁，某一声音被忽视，减少操作空间，也提高了整个事件的透明度。对公众而言，这种多渠道、多主体的发声模式更容易增加信服力，也更能激发参与、调查与监督。在众多爆料与指控中，有些基于文字、录音、照片、视频，甚至证人陈述。这些内容指向于梦龙在私下的行为与公共形象间可能存在的不一致、言语不当、权力失衡、私人关系处理模糊等等。这部分如果有确凿的记录，是公众和司法系统能展开调查的基础。对证据的真实性鉴定，是否有伪造或篡改，也是争议焦点之一。与事实相比，网络上的传言往往裹挟夸张与情绪。粉丝、网友，甚至部分媒体基于听说或小道消息展开猜测。这些传闻虽无法成为法律依据，但在舆论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时候，某些共情性太强的内容，即使未经证实，也被广泛传播，甚至成为大众心中的事实。这就引起争议，我们应当如何区分未经证实的猜测与可靠证据？传播者的责任在哪里？公众的权益怎样被维护？责任不仅仅是在法律层面，也在道德与社会评价的维度上。若指控属实，于梦龙或他的团队在法律上可能承担民事责任或者更严重责任；在道德上，他的公共形象与粉丝信任将遭受重大损害。同时，经纪公司、媒体平台，甚至粉丝群体也难辞其咎。如果曾经掩盖或粉饰，如果曾经忽视受害者的声音，间接参与了真相被遮蔽，这就牵涉到整个行业的体制问题。监督机制是否健全？权益保护机制是否存在？明星的权利是否过于集中？在诸多娱乐丑闻中，有些人选择逃避与否认，有些人选择公开道歉与承担责任。真相被揭露后，于梦龙或者其团队如何回应，是关键之处。一方面，道歉与真诚揭露能在一定程度修复公众信任；另一方面，如果回应空洞、含糊，不承担实质责任，那么更容易引发反感与持续质疑。这其中涉及情感修复、社会修复与法律修复3条路径，每一条都不简单，但每一条都不能或缺。舆论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可以推动改革、揭露丑恶、为被压制的声音提供平台，但它也可能因群体情绪过激而变成网络暴力，对无辜者造成伤害、误伤、诽谤，推断未经证实的责任。这种白热化的对抗常常让真相也在中间被撕裂、被扭曲。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视频平台、社交媒体算法都在推动热点，追求点击与观看率。有些媒体可能选择报道曝光性高、有争议性强的话题，以获得流量；有些内容可能在平台审查、利益关系、广告主压力下被压制或淡化。公众得到的信息不一定完整，也不一定客观。我们需要辨别哪些是头条，哪些是辅助，哪些是被选中报道，又哪些被刻意忽略。平台不仅仅是传播者，更是参与者。他们如何处理用户上传的指控材料？如何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进行标注？如何避免过度封禁与错误裁定？国家法律与行业规则是否跟得上舆论场的发展？这些都是核心问题。社会公众有理由要求法律与行业规范提升，要求平台在保证言论自由的同时，承担更高标准的审查与透明责任。观众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评价者和传播者。面对这类重大指控与曝光事件，我们可以做什么？第一，保持怀疑与求证的态度，不盲从，不恶意重伤。第二，关注多方视角，不只听爆料者，也听回应者，也听第三。
当顶级明星选择联合发声，他们所引领的不是一场娱乐圈的舆论风暴，而是一场社会价值的、